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他将要告白了，谁将要告白了呢？哈，我们今天来找一下哈，他应该会分，我这边会分三个阶段。第一就是先帮你们看一下他的现况，他在哪里，可能的遇见的方式，还有一个时间。那再来第二阶段，我会直接帮你看看他的本质啦哈，可能会有一些跟他的类似星座上的星盘的，我们来探索一下他的个性哈。好，那大概就分这两个阶段。好，那这是今天的4张牌哈，你们凭直觉、喜好各种方式去选牌都可以哈。好，给你们一点时间。好，如果你需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哈。那我们就不啰嗦，直接开始了。好，那我们就先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告白了哈？好，来，好，我们一样哈，一定要先把原本的5张牌的位置先找出来哈。但我会有一些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抽牌方式了哈。这个部分我等一下再来哈。来5张。好，抓一个位置哈。好，来。这5个位置之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些方位需要抽哈。那我要先压3张牌哈，我用这3张牌先压住，看它有一些必要的连接部分哈。好，这3张牌先压着。好，等一下我再来一次翻，看它走什么位置。那我们先从这里的来看哈。好，我看一下。好，我们还是直接单刀直入的来看。第一个位置，它现在的现况哈。为什么要抓它现在现况？因为它的现况会影响它可能来往你这边走来的一个节奏啦，时间啦，就是可能会减慢或加速，不知道。那以这张牌来说，我觉得他目前有自己很重要的事情在做啦，他快不起来，而且他现在有一点分身乏术，然后他在他自己的事情上分身乏术。可是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好事，那他这一份付出，这一份努力，正在让他非常虚弱。所以照这个节奏来讲，就是说他这件事情执行完了，努力完了，他还需要什么？他需要休息。他还需要休息，所以你就会可想而知，这个他靠近你过来的这个节奏变慢了。但是他这个靠近你过来的这个节奏，我们会把它定义成是说来你这边来告白的节奏了。那今天这个题目基本上你们一定都是认识了，所以对于你们有没有认识的这一个题目就不探讨，因为他一定是认识，不然他怎么告白呢？好，除非他真的有非常非常非常特意的，好，非常让我觉得难以避讳的一种很强烈的阻碍的讯息出来的时候，我才会告诉你说，它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但是这个应该就是在附近。那只是他现在真的很难把他的重点或什么放在你身上，他自己就是分身乏术了哈。那基于这个牌，我们来看这里是，这个部分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未来性的啦哈，是它这个阶段结束之后的那个空间的定义上是可被祝福的。也就是说，他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他要往你这边来吗？或是他来接近你？反正他的下一个阶段是否极泰来的。我脑袋出现起死回生的，都 OK， 都是所谓从低谷往上爬的，所以这代表了他的下一个阶段就是往你这边来，准备要告白。那看来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事件将要发生了哈。然后我再抽了一张牌，宝剑。哎，我觉得他现在正经历的这个事情，会让他有一些很大的转变啦。那这一份转变，他会让他觉得他需要追求更多的自我的幸福啦。那他这一份对于爱的渴求、渴望、祈求、希望到来的这一份欲望、向往，
就会浮现出来。那周遭的人，我大概知道这张牌的意思了。周遭的人会感受到它，会。如果你们不认识，这里的牌会说是推荐谁、介绍谁让他认识。可是基于今天这张牌的基本概念是你们已经认识了，他应该会在自己内心启发跟感受到自己需要那份爱，所以他对你原本的喜欢对你原本的好感，应该在这个位置会受到强化。我看一下，对，会受到强化，然后你的角色，看他对你的喜欢，在强化之后会成为某一个部分，他想依赖的一个梦想，他的美好的向往然后再到这边会有他所向往的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圆满的状态，他想要跟之前做出一个很强烈的差异性。他想要摆脱之前一些痛苦的事情，所以从这里宝剑三再回射回去看这里，你会发现，我已经发现，他现在正经历的，让他很虚弱，他经历的一些付出的东西是被强迫的，他不得已的，但他觉得他需要的，所以在这边会有一个对比啦，他想逃离这里，成为这里，他想不要再出现这里。因为这里让他非常空虚，让他非常多的缺陷，让他非常破口，他要在这里再补缺。所以在这里，宝剑三的意义在什么？我觉得更多的是回复、修复、治疗、掩盖、掩埋、摆脱过去的痛苦、伤口、疤痕都不要。他要在这里就解决。他要在遇到你之后，他要在跟你告白之后，他要在确定要跟你告白之后，他要在跟你确定感情之后，他要在跟你确定关系之后，他要摆脱前面的一切。你会说在这里是否有一些自私的心态？他为了自己的事情而去跟你告白？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这么想，因为他有的时候不是，这感觉没办法用非常挑剔的方式去看。我觉得这里比较像是说，他在他内心产生了一种潜意识的意志，推动他去向往一份爱情。他也许不知道他想要摆脱的是这个东西。很有可能他也许不知道哦，他只是知道他心里有这个欲望，他知道有这个动力。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强烈的敏感的要素，都有譬如说，不是每一个人在火星啊、木星啊、水星啊，都有双鱼座、处女座的这种非常缜密的、精细的、敏感的、的心情，来去体会到自己内心真正的转换。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天蝎座的本质，知道自己内在的痛苦如何转换成力量。不是每个人的本质特质不是都会很雷同或很类似。那一个状态有，但不见得能意识到。我刚刚前面那些就用星座举例，也许你会比较了解。所以呢，到这个位置，我会用比较乐观跟比较开朗的心情来看说，你是他很重要的贵人。这份福气你会拥有。这份你的存在感已经成为他很棒的助力。你的价值在他眼里非常重要。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你的存在的价值。因为什么？因为也许在你的生活里，或者喜欢你的人、对你有好感的人，没有人可能会到达他这么重视你在他生命里面的存在感，而且还认定出非常高贵的价值。有的时候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而不要去看成是所谓的利用、负面的、有心机的、替代的、依赖的这种。我们看到有的时候你可以追求某种本质，本质上你的本质、他的本质、这件事情的本质，这件事情的本质是需要爱，而你有这个能力，而你备受重视。所以在这里我看到了这一个转换，我觉得以现在这个时间上来说，他将要体会到，他将要领悟到。只是这时间快慢吗？我觉得也不远啦。因为这个能量的绽放跟强烈感很重。它已经有点像是正在有具体显化的一个事实，正要出现，它已经在完成中，在慢慢变化中。来，基于这个点，这边还是有一些东西，我再翻一下哈。
看一下我翻到什么来，又是宝剑。我先跳脱出来讲一下宝剑能量在这里哈。宝剑能量在这里这么多哈，表示很多细节我们没办法注意到的细节，它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中，然后它在不断的找路中，它在不断的合理中，好，它在不断的合理中，也在稳定中。好，那回到数字来说，宝剑一在这里成为了你们关系上的那一个桥。我认为他在这一个事件，他在这个转换之后，他在看你的角度，看你的样子，已经跟不同以往了。他看到了你的价值，他看到了他对你的需求，他看到了你能给他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你，我刚刚随便讲的，你在他生命里面的那一个非常重要的可贵啊，一个高级感。那这种东西不是说你在他眼中的高级感，你在他的可贵，能够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浮现出这个重要性。但是在他的眼里，在他的生命是能够浮现这个重要性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很珍贵了。他蛮像是一种被看到，我被看到了。它中间包含了很多的风能量的被理解，我被好奇着，我吸引着，在他的生命里面出现，我备受重视，我原来可以这么备受重视，超越了我的想象，超越了我以为的我自己。那这一份感觉是全新的，对你来说是全新的，对他来讲是第一次遇到，这是完全不同的哦。你的是像是从旧里面转换成新的，他那边对他来讲是重新遇到。好，所以从这里还能够看出来一件事情是，你们原本的交往跟认识可能没有那么深，所以他现在来说，你跟他的关系可能就非常普通，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只有一些简单的一些评论认识这样。那他在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边就是有一个很强的转折，这件事情的转折在转换过来的时候，因为他会焕然一新嘛，他的眼神、看事情的角度、经历的事情、个人的能耐各方面都有一个进展，有一个进阶，所以他懂得什么？他懂得欣赏你的好，懂吗？其实重点是这个，他懂得欣赏你的好，而你这一个好感化了他，感动了他，填补了他，治愈了他。这个点我跟你说，这个点你可能在他告知你之前，你都没办法这么理解，你会需要，也会发生在他的赞美里，在他的对你的理解里，才更加的认识你自己的可贵。这一点，在另外一个反动来说，他也是你心理成长的一个贵人哦。在他的出现之后，你的内在自我肯定跟自我认识也会再进一阶哦。这个部分是互相的所以他不是只是一个你只是他的贵人，然后他是你的奴隶。不是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互相，它会相互影响，它会承先启后，它会有一个先后顺序，只是谁先发生谁后发生，它会达到一个平衡，到最终就是需要达到一个平衡，所以它会有一个先后顺序要发生。好，那目前看起来是后市看涨了，好，那只是这里。如果以时间点来说，他的告白时间就是要在他这里的事情处理完之后会发生了，好，那不会马上了，因为他现在所要面对的事情，如果你常听我都会说，我们要以月来单位了，好，月当成单位了，好，那他这个处理跟消化或什么，也许这个月他会处理，可是他还有一些心情的疗愈的过程，还要再去做转换，可能就是要到2个月之后，快到3个月这样一季的末端，好，从现在开始一季的末端才会发生。好，那它会属于一种你的人际关系、你的生活里面的一种回来的状态，所以你跟他并不是完全不认识，只是没那么熟悉。好，来看这个，有的时候讯息烂块我会讲非常快因为我怕我捕捉不到，或是我会淡忘来，你看这边又是宝剑牌，宝剑牌出的太多了啦，宝剑牌出的太多。第一个讯息是有很多的转机是我现在可能捕捉不到的，就是说你们的感情发展有很多变数，那他这个变数应该不至于影响他对你表达他对你的感情，然后我们都把这一切对你的行动的表达，让你感受到他喜欢你，这些我们都把它归类在告白。他不是只是开口说告白，各种方式让你知道他喜欢你，我们都当做告白那负能量太多的意思是说，方式会一直转变，时间也会一直转变，还有原本他设想的非常好，可是他却做的非常差。
因为它风能量是很虚乱的，尤其现在的风能量都是在比较初步的，没有稳定下来的，旁边也没有任何土能量去稳定下来，所以它就只能说你也许会得到一个不经意的告白，或是轻描淡写的告白，有可能，有可能。但是这里，金币骑士告诉我说，他终究还是往好的方向走，所以不用担心。它只是一种表现上、动作上、一种形式上、过程上的不够精致完美、不够漂亮、不够浪漫，但是他会慢慢的往好的地方走。你也许我这边得到，你也许会心一笑，你也许会觉得还不错。你的要求不会特别高，就1号牌的朋友，我觉得我有感受到你们的个性各方面会是一个比较淡的、比较柔的、比较喜欢选中间色调的，喜欢那一种颜色不会太过重的，喜欢不会太强调自己的存在感的。但是你会在乎自己的存在感，但是不会强调自己的存在感。你会希望有人重视你，但是不会去要求别人重视你的一个态度。所以对于他的表现，他这个你会心一笑，你会觉得可以啦，有就好。有啦，那个意义本只有传达到就好。你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今天这副牌我一直看得到一种中间值，一种中间地带的感觉，很轻，但不过轻，有重点，但不会太强调要刻意要多沉重，口味不会太重的感觉。那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他因为他之前的一些自己的事情的经历，他发现他出手不会太重，所以他很有可能是慢慢的接近你。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在行动上表达，让你发现他在意你啦。然后你们的关系会慢慢的靠近，方向应该会比较往这个地方走。那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3张牌，他希望我要求的3个重点在哪？好，我先看一下这3张牌要给的位置好，来我看一下星星牌。星星牌的应该会再讲比较多，在于你们2个相处的适应上的这个焦点。好，来我们放1张，那再来骑士神宝剑较多的是在木星、土星这个位置，所以在下方。好，所以就也是在这里。这里我就放2张牌来看一下那个位置。我们要看一下你们2个的交集看一下2个人的未来的梦想是否有一些比较合理的状态比较有默契的状态。再来第3个位置是这里让我思考一下。它还是骑士方式，它比较太阳牌上面，它讲的是可能你们2个相遇之后的一些很特别的转换啦那我们来翻一下这里，来我们来看一下这4张牌。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的性格上的交集跟可能需要的适应的角度从哪里？7，你们认识之后，也许他告白之后，也许不会立刻进到。我觉得这张牌给的感觉是。他跟你告白之后，他跟你表达之后，你不会有立刻答应的感觉，你会有再看看，因为你其中会包含了蛮多的不安或是不确定但是你心里又觉得说可以努力看看，可以付出看看，相信至少也会有某一个程度的成果，也许不完美，但是可以接受你相信这个人能带来蛮好的东西，是可信任的，所以你也充满期待，但不是100%充满期待，其中包含了一些怀疑，但是也有一些害怕，既期待又受伤害的这个感觉啦，只是比例上的分数大概7:3吧，害怕只有3，但期待分7，差不多是这个概念那至少我觉得，当你意识到他对你的表达是往想要恋爱的方向之前的时候，你会回想之前跟他的相处，其实感受上是好的。感受上是好的，所以才会让你有所期待啦。所以他各方面在他的人品相处各方面，其实你是没什么扣分的，只是从这里一路掉下来，我觉得偏浪漫少，浪漫不够多，神秘感不够多，精致度不够多，情感的表达、情绪的细腻度也不够多，有点粗糙，有点太务实。这务实的感觉比较像是说，他送你礼物，他对你好，都有点太实用。
不够多的装饰，也许是虚无缥缈的装饰是需要它制造一些浪漫的，可是有点不够多，实用的太多。那这种时候，也许在当下没那么容易感觉到那个惊喜，可是回想起来，后面可以使用，你会发现说，它对于你们的相处有更多的生活感啦。所以有的时候都要强调说，通常有的时候土能量够多的时候，你要期待它在生活上，尤其是生活品质、生活感、生活的要求，还有也有可能它表现的没那么浪漫，可是它我们就拿买衣服做举例好了，他也不会乱花钱买衣服，他都会买实用实穿的，可以穿很久的，也许百搭的。看起来好像没有千变万化的，没有跟上潮流的，可是你又觉得，也许在未来某一天，你会发现说，他送的这件衣服是你最常穿的，不是因为好看，而是舒服，差不多是有这个概念。好，所以你们两个人在相处适应上，我觉得有到 A 吧，大概75-80分以上这样子。好，相处上适应上，来再来看一下你们内在，对于未来的展望来说是总算在这个位置出现水能量，而且是极大的水能量，表示说你们对未来的人生的价值观想要走的方向，可能未来追求的目标什么的，可能就比较没有什么差错哈。就是说，也许未来相处了很久，还蛮有交集的。有些很多人是相处起来还不错，可是讲到未来的方向要去做什么工作，可能要去比较远的地方工作去做学习的时候，两个人就产生分歧，然后就分开了。可是这里好像还蛮契合的，你们对未来的方向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即便要去很远或什么，两个人还算可以搭配，还能够合作，因为你们对于感情的本质的看法、价值很接近，你们觉得情感上有种信任、有种稳定就够了哈。你可以去追求自己的东西，那个幸福感并不会消减，而且还一直两个人在努力的守护着，让它保留在那一个非常好的温度等级。好，所以至于梦想，未来的梦想上，并不会造成你们两个在一起的一些变数。哦，这个部分就还不错。那来。这个部分要讲你们两个人的某种兴趣是不是相投啊？哈，生活上的交集啊，谈话的交集，关心的事情的交集，在这里其实已经有点解答了。我这边是不是有解答？其实都还不错，很多东西都很适合。这边也是这样的，所以再到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更多的是理智上的交集、兴趣啊什么的。那这边会说你们两个会一直开创新的相处方式啦。也就是说，就像我常讲的，两个人在一起之后，本来不想去学什么，比如说，本来不想去学烘焙，本来不想去学攀岩、学滑雪，就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突然产生了这个兴趣，因为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有一种很高度的稳定性，让你们觉得说你们可以去追求或去挑战一些新的东西。这就是这张牌所出现的这个东西，这个变数、这个变化，跟你们对世界的好奇心油然而生，从心底产生一种新的能量会出来。所以这边有说，这个人跟你在一起之后，你们相处之后，应该生活会变得比原本之前更丰富。哦，这样讲有点讽刺，好像你现在生活不够丰富，但是这是一个加分作用，哈，这是一个加分作用。来，再看这里。哦，哎，我刚刚说我这里要翻什么啊？这里哈，其实这里要讲的是说，为了你们两个更好，在未来里。在相处上、本质上，你们会为了珍惜一份好的情感跟有价值的关系，会为对方牺牲吗？这张牌说，两个人都会抢先牺牲。那这个建筑点、立足点是在于你们两个人彼此的信任啦。好，这张牌如果出现在这一个牌位，在我觉得很强烈的太阳能量的牺牲。就是说，非常正能量的为对方付出的这个牺牲，然后出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张非常好的、有行动力的、有执行力的牌。所以小的地方就是说，你们时常会为对方买东西，会抢先付钱啦。那然后心里会有一种常常觉得自己亏欠对方的，所以会在别的地方为对方付出啦。就是说，可能这次出饭他先出钱，下次你会去多买别的东西给他。或是你会再去安排一个新的吃饭，然后你会先抢先付钱，或是偷偷付钱。我们就以付钱的方式来讲，就这个就好了。还有他可能会送你一些衣物啊，或是
买一些生活的东西给你，那你也会去观察他不足的地方，然后会买给他。我觉得这个状态不一定要在恋人的状态下才会有啦。我觉得你们在相处上，从朋友上基础相处上就会一直慢慢累积上来，然后应该会到自然而然的感受到说你们的关系感觉到都不一样了。所以在那个程度上，他应该会做出一些比较明确的表示，说我们是不是确定在一起了？我觉得他这个才是他的告白。所以今天以这一组来讲，我们先撇开他现在有一些经历，他必须要从低谷爬上来，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这一段。前面我们先撇开，因为我们要讲的是他的现况嘛。可是我们现在要接着讲的是这个现况之后的未来，你们相遇，他再回来，不是说相遇，他再回来，再跟慢慢的接近你的这个状态来说，应该就是会慢慢的变好，然后自然而然的走到那一个关键点，而那个关键点会有一些很明确的类似告白的动作、告白的行动，让你知道说，好，我们现在是进到下一个阶段了。这是选择1号牌的一个模式，一个方式哈。好，那大致上整个流程是这样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来翻一下他这个人的剖析跟本质，然后那我们也不翻多了，我们来翻3张，看他的弱点到什么位置哈。等一下，这边已经有一些了哈。你看一下哈。好，我看就这几张牌好了哈。这里是星星，这里是星星能量哈。让我想一下哈，等一下，我看这里就好了。37，金币7的方向应该是，突然想不到金币7的一个连接哦。等一下，我回想一下哈，7，我就是这个位置，好，来，大概知道。好，我这边1张来看一下它的本质能量哈。再来，这里也是哈。好，好像可以看到4张哈，因为这边翻的有点太多了哈。好，来就看4张。好，好，我们先从这个位置来看哈。这个人本质上应该在相处上哈，他还蛮在乎公平的，也蛮在乎平等的。所以，就像我们刚前面，他会强化所谓的他会非常在意他对你的亏欠，他会努力去把它补足。好，他不太在意自己多付出，但他会蛮在意自己一直处在一种亏欠你的状态。好，那所以在很多方面来说，其实我觉得把它换算成他比较怕你受委屈啦，怕你吃亏啦。他自己吃亏没有关系，因为他心里所要求的那个平等，在爱情、在关系上，他希望本质上你不要比他差的一个最低线的平等状态，但他不会犀利到他觉得今天他付了这一餐，下次你一定要付，他不会是这样子的这么强调的这个公平的啦哈，因为在这个位置强调的是他本质上对于看待这个世界的理念。虽然他非常极度要求世界很多东西要平等，但是还不到所谓的法律或政治上的公平。他是希望感受到大家能够在舒适的平等状态下生活在一起的。好，所以他的在这个方面的本质有这一个哈。然后我再看这里，日牌这个是图嘛哈。哎，这个部分就比较复杂了。好，我找到20。好，再到这里掉下来。从这里，哎，这个很复杂哈。
我只能说其实他内心很，因为我这边有看到他非常强调一份安全感，所以我在怀疑他其实应该年幼或小时候有非常多的不安全感，可能旁边很多人没有照顾他，所以他长大的时候非常要求所谓的安全感一定要随时随地在他身边，在他生命中出现了哈。那如果以刚刚这一个方面的一个要求平等的方式，也有一些天秤座的能量，然后来看他如何去面对这一方面的压抑。我觉得他其实在他心里比较脆弱的时候，他会非常需要朋友的聊天，让他找到一些智慧之言或什么的。但是我从这边又得到一个讯息是，其实你能够当他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他这边转换过来的时候，他在心里非常脆弱的时候，他可能会需要你的陪伴，然后更高度的是，他可能会找你去做一些类似露营，需要两个人一起协力去做一件事情的活动，可能旅行也算，但是它会比较像露营，两个人一起搭配，要一起去挑战一些事情，来去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让他疏解一下他心里的某种脆弱，可能在工作上的脆弱，在工作上的一些委屈，他会需要某种互助、互相帮忙的状态的产生。第一，让他分心；第二，可以让他舒压了。所以以这个焦点来说，可能一起去学习什么，一起去上一些额外的课，可以不让他转移一些焦点。其实这个地方比较复杂啦，因为这个地方我看到的是说，我很意外的从这里有看到他内心有某种不安全感，让他非常在意所谓的安全感。可是这一件事情呢，为什么我突然觉得因为前面没有这一个讯息，是在这里被意外翻出来，在他心底有一层这个部分，所以他很多的表现、很多的表达、很多的跟你的相处的一种平衡啊、和谐状态啊，他的付出啊、他的牺牲，其实他在某种在心底的内心深处，在追求一个非常高级的安全感。我说的是非常高级的安全感哦，这高级安全感表示说叫非常准确，它不是轻描淡写的，或是经过的。或是只是有就好，它要非常具体的那种安全感的呈现。那它这个安全感的呈现被转换到所谓的大家互相协力、互相互助，而不是谁单方面的给予谁的，他要有付出、有收获的这种协力状态。所以我才举例露营，因为露营他可能两个人会一起分配很多工作，他喜欢这种互助状态来去维持某一个安全感。好，这是他我这边发现不小心挖掘到了他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好，那在这里哈，好，然后他在生活上哈，他的金钱、他的投资各方面，你应该不会看到他有收支不平衡啊，或是欠债啊，或是欠钱啊，各方面的，因为他非常要求生活的，不是生活品质也好，而是生活的资源也好。打个比方，就是说一年的房租，他可能不会这个月才准备下个月的房租，他可能今年的房租在去年就都已经存好，都准备好了。从这个状态来说，还有如果要旅行的话，他在安排这个旅行前，他就已经规划好他的假期，然后看好机票，算好他可能要付出的钱。他喜欢确定自己的资源来源是丰沛的，是稳定的。所以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生活上是无虞的。他很多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他不会让你的生活有一些很大的缺口。这符合了这里所说的，他对安全感有非常具体跟高级的要求啊。这里其实搭配起来，它的本质上，再来看这个位置哈，哦。又是到这个位置性，然后
没有在思考他这里的转换，然后因为在这边有一些太阳牌跟星星牌的一些能量的转换，我在等他给我一个讯息。他这边讲说，从这里看得出来，他也许表达的不够浪漫，他也许很像土能量很多，可是其实他本身土能量不多，他是希望维持一个稳定跟安全感，所以造成他的整个人的表现是土能量，看起来土能量很多的，可是在他内心，他每天没日没夜的去努力去创造一些美好的状态，其实他在期待着他的人生也有可能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很奇异的大转折，让他变得更好。所以从这边看出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在某一个角度赌性还蛮坚强的。虽然他不会投这么多，但是如果今天有要去买乐透啊，去抽一些彩券的时候，他会想要试一试。他心里有放着一份期望，是说我人生的大转机应该会在这里发生。我不得不说，很多人都会做这件事，可是他内心的期待、失落感会比期许到失落的这个转换落差，其实比别人再大很多。这是他内心有趣的地方啦。好，这里也是不小心挖到他这个部分。那所以在生活上，你有可能会玩一些游戏、手游或什么，你会发现他可能会比较喜欢玩一些赌博性的游戏。赌博性的手游这类型的，好做这个比方，也许你出去玩的时候，去逛夜市啊或者什么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像是赌博性的、风险高的赌博性的东西，他可能会想试一试。他在这个部分，他蛮追求这其中的刺激感，这对他来讲是蛮某种有趣的、某种高潮、某种脑内的高潮啦，某种兴奋状态。对比他本来在生活中要求非常高度的安全感跟稳定性来说，原来这份风险的存在跟这个刺激，在他的内心心理上是达成某一种很玄妙的平衡。好，因为这边有一种极端的安全感的要求，在心理上需要所谓的安全的对比是什么？就是风险嘛。所以他在这种极高品质的安全感的要求，另外一边的风险的感受要去哪里？所以就转换成所谓的赌一把博弈的状态，但他会投入在一些看起来没有实质影响，可是内在上风险很高的游戏里，或是一些就游戏里啦，可能所以就是一些我刚说的夜市游戏或手游这样子，那是他个人内在独立空间的一些小乐趣。好，那大致上这个人的各方面就剖析完了啦。好，那我觉得他没有离你很远。好，我们很多时候到最后结论都会告诉你他没有离你很远，因为太远能量也真的很难抓到了。好，那如果他真的离你很远，位置各方面一开始就会有。那他没有离你很远，只是他现在还需要一点时间才往你这边慢慢靠近。好，那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那我们一起乐观的期待。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告白了哈？我们来把这个告白的讯息看清楚哈。来，好，我们一样先抽底牌抽5张哈。来，等等哈。这一张好。那我的节奏会比较快哈，你可以仔细听哈，很难说慢慢听了，但是你可以仔细听哈，我会尽量拉慢啦，我会尽量拉慢。好，那我们先从这张开始。宝剑5做开端啦哈，通常这个位置我会比较希望探讨说他现在在哪，他在距离前面这个板，你要把它分成说是这里，好，就是说他现在的状况然后。这里是你们最接近的位置，现在状况就这2个都会蛮接近，可是会在这里去定义你们的。然后这里是看一个非常遥望的哈，非常就是比较更高等的视野来看你们这件事情的一个结论哈。所以我们这里去探讨他这个人的现况，然后宝剑，我觉得他正处在一些蛮重要的挑战中啦。蛮重要的挑战中了哈。这个部分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以今天的题目来说，告白，它会影响到他到告白的这个段落的时间长短跟速度，还有他现在有没有要往你这边走来的动力了。
哦，它会有这个顺序。那可是以这里来看，我就觉得他现在拖慢了啊，他现在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在对抗，那他会胜利，他会胜出，但是他必须度过这个难关。那他在这一个位置是否有新的提升哈？因为有的时候在这个状况里面，是他自己个人内在人格各方面的一种能量品质的一个提升啊，甚至他的关卡，这是他的挑战。这张牌说他会赢，但是他改变了什么？他改变成这更好的人再来遇见你吗？还是他对于他的能量是需要这个改变再来遇见你会比较好，才会跟你变成比较对称，才会让你喜欢上他，才对他有好感，才对他的告白，对他的行动有感觉。为什么这个里会变得有点重要？因为没有这个前面这一个东西，没办法承先启后到你跟他的能量上的对视。是能看上眼的。如果他现在就跟你告白，没经历这个，他用跳跃式的跳跃的，我们把它直接就拿来。以他现在能量来说，我觉得应该这张牌不会太顺利。那他现在先翻来这里到这里，我觉得这张牌会比原本再早一点再翻这个牌的话会好一些。好，所以他现在只能说了，这张牌的意义就是可能要再拖慢了一点时间。那从这里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端点了哈。就是再来去佐证一下它的时间或是前来的速度了哈。我看一下3个部分哈，看这3张，节奏都偏慢哦，这3张都算是没有加速，还有岔路，还有犹豫，还有寻找，还有停看听哦，都没有。还没有过街哈，即使在了一个很明确的十字路口哈，有被暗示要往到哪里走，但是他还没有办法下决定哈。然后他自己内心还有一些对他自己生活上或要求上的一些不踏实的想象，正在困扰着他。哦，再加上他现在需要有自己的事情要去挑战，譬如说考试，哦，譬如说升等，譬如说转职加薪这种。一个很重要的挑战，现在也在困扰着他哈。再加上他自己内心的心灵还没有确定他未来的明确的事业方向、生活方向，这里他正在这个困境里。所以这边有一个小结论，就是他现在应该没有太强的心力会在最近或者在现在跟你告白，这是一个小小的缺点哈。但是这里是一个划分了，这里之前是一个世界，是一个境界。当然这里还有很多的区块，它分了至少4个区域哈，所以还好，这是他现在的处境，跟你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了。我们只能期盼说他赶快结束，他赶快升级，赶快开窍，得到一些新的，然后赶快进到下一阶哈。来，我们来看下一阶。下一阶的话，我们要找一个比较务实的状况，就是他现在跟你的距离了哈。那这个位置，通常我会比较喜欢。去想办法去定义说他是你的朋友圈还是工作圈里面会遇到的了。那如果是金币排出人的话，他会偏向比较多工作方面的。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必须要看2个东西哈。先看一下这张。哦，好，我必须说他蛮高的机会是工作上的哈，因为他的环境各方面哦，转换这个事情，好，这边比较确定了一些事情，他确定他应该确实现在是在为他的工作上的事情在做努力了。哦，他有一些挑战出来了，然后有一些他想要更进阶的挑战、考试、升等、证照什么各方面，他现在正在处理中。那他可能会在这些东西面对完之后，他才比较确定自己的方向。那你跟他的一个，我目前觉得很有可能的交汇点，应该是在工作上面的联系。或是，我不是说你们还不认识，我是说你们的感情跟关系要在更进阶的时间的场域来说，应该会在工作上的。所以我大概先说，他应该是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出现的人啦。只是你们的关系目前不讲感情，只想工作上的关系，还算蛮没有直接关联的。可能认识，可能知道，可能是不同公司有接触过，但是没有印象。然后你们一定有相处，因为他对你的喜欢有在内心在培养，所以他今天我们抓的这个主题就是，sorry 哈，每次要开算的时候就会，很多格会跑出来哈。然后我的意思是说，
在情感面的东西啦，情感面的东西已经有交集了，然后他对你应该有特别的印象，只是我们只讲他这边要对你有类似爱情的喜欢的这个出发点，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转换，因为他有很多的专注力都还在他现在所要处理的一些难题里。可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上面，就是说你们有一个共同的被动价值把你们困住，我觉得就是这份工作，有类似的工作、类似的工作环境，或是就在同一家公司上班，或是就在同一栋大楼。好，范围是还蛮近的。那这边暗示着他应该有一些改变了。那这个改变是他需要为其他人付出、为其他人做一些贡献之后的一个改变，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改变。那这个正能量的改变，看来就是你们感情的变数，你们的距离上的一个变数了。那这里我这样看一张。也是一样，是这2张。外力影响你们2个关系的发展，能量很弱，不够强，但是还是有。所以他的改变是他自己个人独立的，跟你们的感情的进展没有特别的影响。但是至少他告了一个段落，他会开始比较感受到自己内心的一些情感的东西，就是对你的喜欢了。然后你们2个的关系。节奏挺慢的，节奏挺慢的。也就是说，他甚至现在还没有要跟你告白的心意在心里，但是他这里看出来，他对你的在意已经有慢慢的累积出来、延伸出来，只节奏比较慢。然后从这里，只能看到一个优势啦，就是你们在某一种形式上算是蛮常见到面的，所以不外乎就是工作环境里了。所以你可以注意一下，他就是在你工作环境里面的人。但是的确，我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感情的那一个东西，他内心发现他对你的喜欢的这个东西，其实正在，我觉得才在找地方撒下种子的这个步骤，种子都还没碰到土，但是已经有种子了，但是需要那一个契机。那一个契机撒下种子的这个步骤的前一个步骤，就是他现在自己在专心烦恼他的事情度过了之后，他会意识到自己有情感依靠的那一个部分，但是没有对象。然后在那一个情感依靠或是情感需求的感受出来之后，他才会渐渐，然后我本来说他要渐渐看到你啦，但是我觉得主要的关系还是在他的能量的变化啦。他这里前面的能量变化到跟你会比较有对齐，你比较能够看到他，他比较能看到你这个状态。那他会慢慢的注意到你就在附近，你就在附近。他应该我说的注意到你就在附近，不是说他跟你完全不认识的之外，而是情感上的在意会慢慢的跑出来啦。真的就是因为节奏太慢了啦，所以我没有办法直接就告诉你说，或是马上就下定论说，他看到你他就喜欢你，没有，因为这边确实是慢慢的发现，原来对你的感觉是爱情上的喜欢。来看吧，你们中间有一个，我看一下，这里，这应该还有一个东西。这个我翻一个特别的，的确是这个工作上有人会有事情，会把你们2个因为工作的关系拉得很近。那你们的关系会有比较错综复杂的状态，所以错综复杂的状态就是说，同事朋友的关系会同时建立起来。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如果是同一个公司，我们就会说同事啦。我的意思是说，在工作上的时候，合作的关系或是接触的情况会准备要出现了。那这是你们的关系的桥，或是一个爱情的门要打开。那为什么说我说关系会有一种穿错复杂？因为你们相处起来会很像朋友，你们相处起来会很像交了一个新朋友，而不是工作上认识了一个新的工作伙伴。它比较不一样，它比较超过。
那你们中间应该会有一个让你们两个遇见的人，那个人会创造一件事情，会创造这个工作，然后你们会接近，不一定会合作，但是会认识，会更接近。那应该会比较像是更接近，因为这里的基底看起来是不是陌生人？那你们会更接近，更多的话谈。但是你们的相处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没有在着重在工作上，而是着重在相处上。所以我才一直说，你们下一次再接近的时候，你们感情的浓密度跟进展会一直往关系越来越好的朋友这个角度过去。那这一个方式是你们的关系要进化到爱情里面最和谐、最安全的路径，最稳定的、最美好的一个路径。它没有捷径，它没有别的，它就是要这样从工作作为一个窍门开始，结果建立了你们的朋友关系。那你说工作不重要吗？或什么？我觉得在相对你们两个相遇之后，工作已经变得蛮其次的了。所以你们会以为彼此是同事、彼此合作伙伴的这个角色，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淡化。那是因为你们的相处似乎在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合适了。那从这个角度可以看起来，那应该是你们的能量上，或是背景上，或是个性上，其实还蛮合适的。他有这一个路径。好，我看一下哈，我看一下别的地方的走向哈。好哈，我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做了一些分支哈。这里是有一些牌可以让我确定一下这份工作关系了，因为现在已经蛮高的比例上是工作关系，所以应该这边有1、2、3个牌来可以确定一下这个关系上的性质哈。我换别的牌来把它的可能性展开哈。用这个。这里，再来，这里，再来，这里，这牌又出现了。好，看来工作这一件事情在你们的关系上并没有产生很强大的阻碍或是定义。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的定义就是在工作里面成为好朋友，然后慢慢的感情会变得更好，往爱情的方向走。这个似乎是已经不变的路径了。这里又在证明了这里的证明了一次。那基于这里的话，看来这张牌告诉我说你们是不同公司的人，这个机会还蛮大的。你们确实是不同公司的人因为它有两个不同的位置的人的互相认识的讯息还蛮强的。有这样子的讯息，它有亮出来，所以目前看起来蛮高的机会，他不是你公司的同事，他是不同公司的合作的时候遇到的人，但是你跟他是本来就认识的，可能之前有些合作中认识，或是你们这个公司跟这个公司两个工作室或者本来就是长期合作的伙伴，只是本来就没有很在意。那最近开始在意了，因为开始变得比较好了，他这个水能量进来了，变得比较好的朋友了。那工作的部分相处起来并没有任何挑战性，也没有什么，他就很像只是一般的工作人，你们要合作，要一起协力把它做完。工作难度并不强，但它只是你们两边或你跟他做一个连接的非常好的契机。那工作上的相处起来是合作是非常愉快、非常平稳的，没有什么差别。他工作这件事情只是配角，只是这一条路的桥。好，这里的延伸是还不错了哈。来，我多翻一个东西。你们感情会变好，成为朋友，更加往下走的一个契机是你们个性很雷同，个性都是你们会比较好奇这个世界，对很多新活动、新挑战、新旅行、新什么的讨论，各方面都很有兴趣。然后也有一些行动，所以你会从一些小旅行，假日的一些小约会，不一定是只有你们啦。我觉得这里噪音还是蛮大的，你们通常不太会就只有你们两个一起出去，通常都还会有别人，所以你会从一些小活动都达成共识，比如说想去什么，想去看什么，想去探索什么，想去什么地方旅行的时候，很快就达成共识，然后就会一起去。那这份感情就是这样从好朋友上面慢慢的补上去。那你们相处的动力，就是说让你们两个慢慢往爱情方向走去的那个动力，就是你们两个相处愉快这件事会慢慢的被强化、被加强到某一个饱和点的时候，看一下，你们会变得非常近，然后会有一个线索是你们开始分享除了快乐
之外，开始谈一些自己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困扰、家里的困扰、一些担忧或什么的，会开始有一些负能量，想要互相互丢。到那个的时候，那就是要进入爱情的前一阶的一个变化了。你们开始对负能量的互丢互接的这个状态变得比较平稳，越来越融洽的时候，变成说可以谈很多心事的好朋友的时候，差不多就要开始进阶到恋人了。哦，这就是你们的节奏。哦，来，我看一下，你们把你们两个关系绑在一起、连接在一起的很多东西是可以谈心事。哦，那我先说，现在目前讲到这里哈，都还没有到告白的部分了。现在在讲的是说，是哪些你们的关系的成长跟培养，慢慢的让这份关系走到了他要告白的状态。那以今天这个逻辑来说，可能会有一个蛮明确的节点，是在诉说想要在一起。那他这个方式会，你应该会有明确的感觉到，现在已经要进入一个新的关系了，关系上已经不同了。那会有挣扎吗？会有一些适应吗？这里没有答案，但是我可以翻，我看一下要翻哪个位置。对于这题，我翻2个地方好了哈。它这个节点跟这个问题的题目是告白的瞬间，在你的角度是觉得找到了跟你雷同的人，还是找到了跟你互补的人？那这2个答案，我觉得你把找到改成遇到了哈。这2个等一下翻起来，这2个答案会哪一个会比较让你立刻答应进入新的关系？好，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这样说？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期待，我们来看就是期待告白的人出现，但是记得它还是有一个节点关卡边界差异线，就是会告诉你说，告白只是那一件事，要不要答应是我的事。所以这2个答案会哪一个会比较符合你愿意试看看、交往看看的那一个关系的定义？哦，来就2张。哦，看来不是找到同一个，来再来。好，我觉得你们会喜欢，你们会互补，是因为会在一起，是因为生活上有互补啦。他会的是你不太会，而你擅长的是他不太会，所以你们2个会互补。所以你们在之前做朋友、工作上的时候，你们就已经有发现你们2个是能够互相帮忙的，很能互相帮忙的。所以慢慢互相帮忙的时候，就发现说，连平常约出去或什么生活上都可以互相帮忙。他想得到的事情你想不到，他有的一些 idea 你想不到。可是，在做事执行上面，也许他执行的不够明确，但是你可以做到。类似像这样子的事情。那你们是很不一样的人，你们是很不一样的人，个性上是很不一样的人。有可能你的缺点是他不太能忍受的事情，你相对的也是这样子哈。也许是他有的优点是你梦寐以求的那一种优点，那一种个性都算哈。所以你们其实在这里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但是还好，在生活上之前的相处上，发现彼此的这种高度的差异，却产生了一种很好的互补了。好，那看来对于告白这件事情哈，我觉得它更像是会在某一个，我觉得它会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让你知道说你们的关系不同了。但是它会是一个行动上的，还是说出来的吗？我觉得这组有蛮明显的讯息是说出来的，他会说出来，然后确定说我们是不是要开始交往看看。好，但是你们心知肚明了，也不用交往看看，因为其实相处起来，其实已经在前面的能量已经证明了是适合的，尤其从工作上的证明跟私底下，然后又从工作上成为好朋友的这2个端点，发现其实要进入爱情其实没有那么难哈。来，我来看一下其中某些阻碍，如果要有阻碍的话，第一是不敢冒险。这份关系的缺点就是不敢冒险哈，因为前面看得出来你们的差异，有在暗示一件事情是你热衷的事情，或是你觉得
让你兴奋的挑战，对他来讲是会变成害怕的。他很像你的反面啦，你们彼此很像彼此的反面啦。你们有的时候，你们的个性、你们想做的事情、你们的欲望，可能会暗示着对方的彼此的黑暗面，或者是他的阴影，小时候的阴影啦。所以，所谓你们两个关系的互补，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他看起来很难的事情，在你这边看起来却轻而易举。相对的，他那边也是。所以你们对彼此有一种羡慕、仰慕跟可以依赖的感觉，这就是你们很强的一个互补的状态哈。那这边给了一点点告白的时间的，那边有偷偷说，等到关系有机会到要告白了，好到其实可以轻而易举的或自然而然的告白的时候，却产生一种很强的犹豫。那这边给了一个暗示是，不一定只是他告白哦，也有可能是你去确定关系哦。这边有一个大概5成6成的转换，就是说有可能6成是你告白不是他，有可能6成是他告白不是你，就是很接近的一个平均值。所以我觉得它蛮像是你们两个人的互补状态跟你们俩的和谐状态达到一个很高的值，两个人就会在差不多的认同感的时候确定或是感觉到，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在一起了哈。所以回头看到这里，我觉得告白这一件事情会变成是一种感觉上的确定，它可能不是行动上的要去做要去说才会成真的。好，这组的关系是这样了。好，那好，接下来我们来对这个人的内在多做一些剖析哈。来3张哈，3张，哎呀，看一下我要走的方向啊。好，再来哈。好，我看一下他的人的本质就这3张就好了。来哈，我这边是他这个人哈，我现在是直接针对他这个人的性格上做一个3个方向的剖析哈。他这个人哈，如果有压力的时候，有些挫折感的时候，然后需要突破的时候，有个人压力在承受的时候，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其实会蛮指责自己的，会鞭策自己要进步哈。他不太像射手座或其他座会比较乐观的方式，或是会不太像水瓶座会去找一些智慧的人去问答、去提问，不会，他会花比较多的心思先责备自己，然后在责备自己的同时，他会去鞭策自己，去提醒自己要再更努力，要做得更好，这是他本质的。所以他不太会去怪罪别人，他更多的是严于律己，一直在对自己的要求。无论是他在低谷或任何时候，其实他对自己的要求还蛮高的。那会不会因此而对其他旁边的人也要求很高呢？这个问题似乎还少了一些。我觉得他比较在乎的是影响别人，他比较在乎的是他自己的作为更好。他觉得他只要他做好，就会影响到旁边的人的品质。他不太会去主动去要求别人啦，因为他这一个人的个性比较往自己身上去，尤其是严于律己这一个很强的概念在他身上。好，所以我觉得他确实蛮宽以待人的。我觉得他只是把重点都放在自己身上了。好，这个部分有探讨到一点，然后再到这个部分的话，我想想，看一下这里哈。那他，其实他是一个很积极的人，他做事情很在乎别人。其实这2个东西有一点矛盾，有点冲突，因为他其实严于律己，他希望他靠自己影响别人。可是他这一份，我刚不是说吗？他其实不太会去要求别人。可是他这边也有说，他只希望把自己做得更好的时候，他内在散发出来的那个成果
散发出来，别人会注意到他，然后他就可以影响别人，而不用去靠他自己去主动要求别人，然后别人会因为他的努力跟他的成长而跟随他，或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范例。那刚好映射到这一个部分，他其实，在某一个角落，在他阴暗面，其实他是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那需要得到别人认同，他就必须要强而有力的或夸张的去展现很多他自己的想法啊、工作能力啦，尤其是想法的东西哈。他发现有某一些想法跟概念能够代表他，他就会尽量用这个想法去告诉别人。譬如说，光是严以律己这个就好了。也许他跟认识新朋友，或是他跟朋友介绍自己的时候，或是讲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就会不经意的就讲出来说，其实我对自己很严格，我很要求我自己，所以我可以做到这个方向。他其实是用一种被动的方式去让别人看到他，可是他其实是主动的去展现他自己，可是他是用一种往后退一步，让别人好奇的去观赏他的部分。其实他的目的就是他希望别人能靠自己的对他的好奇，发现他的影响力，所以他对旁边周遭的人的影响力，正面的影响力都是潜移默化的，而不是直接的去指责，直接的去要求。哈，好，再到这里，看一下。这个位置讲的应该是这个哈。这边确实，我看一下这，好。那他工作上跟大家的相处各方面，我觉得他不太会去占别人便宜，但他也不希望吃亏。他对公平的要求很高，他觉得说该有什么样的付出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收获，而且他也不喜欢看到别人吃亏，所以他有可能他有蛮一个很爱管闲事的感觉，就是说，当别人做的很好，他应该得到他应得的事情而没有得到的时候，他其实会出头帮别人去争取，他或是会去教别人说你应该怎么样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他本身的内在理念是很在乎公平的啦。然后他为了去让这个公平的事情行，他其实在这方面就会有比较高的行动力了。虽然他在各方面他展现自己的方式是不会去要求别人要跟他做的一样好，但是对于不公平的或是有些失衡的东西，他就忍不住他会去出声，他会去有行动力去告诉别人说应该要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譬如说或是大家都拿同一个薪水，为什么你怎么可以让这个人做的工作比较多？有些时候事情不一定要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他才会去争取，但他会看不惯这种社会或是社群上面的不公平，他会主动去表现。那这三个点啊，其实被点出来，其实就是说他内在的内力其实很强了，不打扰别人，可是却会为别人去争取一些事情。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你在慢慢跟他相处上之后，你应该会开始蛮喜欢这件事情。可是缺点就是会有一点爱管闲事，会有一点点。他会有一点点忘记去判断这个人跟自己的关系到底有没有好到他需要去帮忙别人会去做。可是对他来讲，他没有这种感觉，他也有一点博爱，他有一点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位置上来的，他还蛮在乎每一个人的存在感的。他有这个个性，但是这个东西是一个两面的，看起来很好，可是又有一点点浪费自己时间，又有一点点鸡婆，又有一点点忘记去重视自己。可是还好这张牌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所以他不太会完全的付出去为别人而忘记自己了。但是中观起来，他在某方面来说算是理智的烂好人啦。所谓的理智烂好人，就是说他要当烂好人之前，他有分析到事情的可贵跟事情的他行动后的价值，可是他有的时候会忘记，或是他给的帮忙跟付出有点都给太多了，这个部分就在他本质上是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优缺点的混杂了。你可以自己感受一下。这个是他自己好，那我们做一点小小的结论。这个人他现在在自己的状况里面、难题里面、挑战里面要花一点时间，然后才会进到所谓的第一章。比如说我们小说的第一章，才会在前面续篇是他的，那才会在那个第一章，就是他要开始跟你建立出比较好的关系，要创造出比较好的关系，然后才会慢慢的在这个关系的友好、饱和、相处、融洽，开始交换心事之后，交换秘密之后，才会开始有爱情的那一个苗被开窍之后，那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告白的时间点，因为你们的关系确立之后，他会
带来你们两个人对未来和这个世界的一个全新的开创性了。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创性。那这一点在我这边连续下来，我才发现说，他应该在这一个点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学会要把注意力放在比较重要的人身上，而不能那么博爱的每次都要去干预其他人的事情。但是那是因为他单身，他还没有恋情，所以他会把他想要付出的爱放在很多他难以去区别是重要和不重要的人，他只知道事情需要去介入，需要去帮忙，需要去为其他人发声，需要去要求到某种公平。他的个性是这样。那等到爱情出现的时候，对他来讲应该会有蛮大的影响，因为他会 focus 在你们之间的未来生活的创造。好，大概是这样。这是2号牌的朋友。那我想想，我觉得讯息就差不多是这样了哈。那以时间上来说，没有很远了，我觉得这看起来也不是很远的时间哈，大概1个月之内，他这里自己的困难或什么，他就讲，因为这也没有多大，他也没有所谓的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他心里需要去疗伤，这不是一种什么家庭啊，有人过世情感上的伤害，他只是现在在他的CB 上的那个简历上啊，人生的历程上面需要做了一个他自己去创造出来的挑战啦，也就是说，他对未来有一些想象，他想要走到哪里，所以他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可能主动的去挑战了某些可以让他升级的事情了。所以等到他下一次再出现在你面前，我觉得他已经跟他现在这个状况的时候，已经在更好了，会再更进阶。好，那就这样哈，这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那一起乐观期待哈，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好，来，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跟你告白哈？好，来，我来选，来从这里。好，我们先从5张牌开始哈，先看5张的基底的方向。还好没看到。好，这里。好，我们直接忘了换3号牌。先看一下他的现况的状况哈。他现在处在一个他人生很重要的转换期哈，他应该已经有得到了他之前努力要的成果，然后那个成果已经在他的生活上造成了某些影响。他现在就说，如果以工作上来说，他已经考试过了，他已经挑战过了，他的业绩已经达到了，他要升职了，他已经转换了，已经得到了这个成果，这个答案，然后他现在要转换，或者是说他要搬家，他要换地方，他已经找到房子，他已经正在搬的当中，他现在就是在这一个转换的情况之中。好，那这件事情的影响就是会影响到他要跟你告白的时间啦。如果他现在有自己的事情正在忙碌着，那距离要跟你告白的时间就可能会再晚一点。好，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能量的动向，是他现在的专注力就在你身上，他现在的专注力就在爱情的向往或什么，他必须要做一个了解，所以他会往你这边走来。可是现在看起来，他现在有自己的身上有一些专心的事情要做的话，所以对告白这件事情的时间来说，目前合理上来看，就是会再往后推一点点了哈。那至于你跟他的认识，我觉得基本上定这个题目的关系就是已经都是认识的了，那只是感情的深浅问题，等一下后面会再看到。好，就是要看他的做法，才可以知道说他到底要往你这边告白。到告白这一个，如果告白算是第1章的一个最后一页的话，那他这一段故事大概还要走多久哈？那只能说他现在这一个转换，他要经历一下了，要花一点时间了。来再看一下哈，这里还是有一些分支哈。看一下，这里3张我就直接看哈。我看到了一些连结哈，好像跟家里，等一下哈等一下，我看一下这里，修正考试。这里有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很奇妙的，我先说这个部分哈，对他来讲是一个好事，可是对你们的确定感情，就是他告白那个了。我们先把
告白当成是他下一阶要到的一个目的地。那他现在的这一件事情对他来讲是好事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一个转换对他的生活啊、事业啊、金钱啊各方面，或是安顿家里啊，或者他的生活环境、生活品质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而且是到一个非常饱满的美好的状态。所以我说对他来讲是好，对你告白这件事情是比较不好的原因，是因为这张牌出现之后，会让我发现他要花的时间更长，而且宝剑四又出来的话，这个时间又再拉长了，因为他在适应了他现在的转变之后，他还有一阵修正的时期。那修正的时期里面包含了治愈、治疗、疗愈、享受。以搬家来讲好了，他现在正在搬家中。他搬好之后，他会买好家具，他会把这些东西都安顿好。安顿好之后，他会在里面休息，拥有自己的空间，拥有自己的时间，拥有自己的自由。这段时间会待一阵子。那这些处于他自己的空间的时间会花一些，所以他就会变成他可能拖个1个月啊，好几个礼拜之后才会往要去跟你告白的这条路径。那你会说，为什么这些东西会直接往告白那个路径？因为你们两个本来就认识，他把你有放在心里某个位置，或是你们两个本来就有一些认识，可是感情还没有发芽到要有告白的概念出来。所以这里还没有解答啦，这里会有解答啦，就是说他现在只能说现在看的是他现在的现况啦。他现在的样子，他现在的处境是什么，跟要不要跟你告白其实没有直接的影响。我们这边最多只能告诉你他跟你的距离，还有他现在在花什么，他花的时间、花的事情在哪里，会确定他会比较能够确定到底还有多少时间才会慢慢的走到告白那个位置了。好，那这里有讲一件事情是应该。你们的连结、你们的联系是在工作上的。你们曾经有在工作上可能有交手过吧，有接触过吧，有互动过吧。然后应该这里有出现一个很短暂的好感。那这个好感应该是互相的，我觉得这个是互相的，在工作上你们有一个短暂的好感有出现过甚至你们在工作上有互相帮忙过，有互相合作过，然后中间有一些比较好的气氛、比较好的感觉，有产生一个很底层、很里面的一个好感。那至于这张牌给的一个些微讯息，我必须说，你们两个走向爱情的这个感觉的芽可能还没发芽。这个怎么说？就是说，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对你的喜欢，或是那一个让他意识到对你的喜欢的事情，可能还没有发生。到这里的时间点来说，好，来我再来看到4了。好，等等这里先翻好了，我觉得这样子我能看到比较远再一张。好，目前方向会比较在工作上，你们会因为工作的原因，会再有全新的见面、全新的感觉、全新的合作关系、全新的相处模式。那这一次的合作跟这一次的见面，我先说不一定是合作，但是会因为工作的原因会有再一次的见面。那这一次的见面会有在更深入的理解对方，然后切入点会在于两个人的生活价值观、生活的习惯、生活的品味，或是衣着各方面，你会谈的比较多，会包含着工作，跟包含着生活，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对话时间可能会比以前在更长，所以它会变成是说工作公的事情跟私的事情都会混在一起聊天，所以你们可能会有很多的开会，会有很多的见面，会有很多的讨论。然后这边有看得出来，可能不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那你们可能会因为有工作上的联系的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额外的活动，比如说他的公司的庆祝或聚会啊，或者什么活动，他会邀请你来，然后你们都会邀请他来，所以你们两个会有这样子的交错的见面机会，然后闲聊，然后慢慢的更深入的了解彼此。可是整个基底都是在工作的。那这些东西工作的因素跟工作的感觉会慢慢的被消除，而是会更多的进入到生活。所以你们在私底下工作以外的时间，可能会再约出去聊天啊，甚至假借
或是看起来像是在聊工作，其实只是想要闲聊，只是想要见面。你们内在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吸引力，把你们吸引到，说你们想要再见面，可是要用工作的题目来把你们两个吸引在一起。可是你们工作可能会只是聊一聊，然后就开始聊一些别的事情啊、八卦或什么，就是你们只是在心底有一个你们无意识的状态，会想要见到彼此了。那他也创造了出一个很棒的状况，是你们两个其实，在以朋友为基础上来说，你们是可以聊天聊地，什么都聊的。以普通朋友的状态是可以，那从这个状态里面会慢慢意识到一件事情，等一下哈，要意识到，因为我想要在这边找到说，你们会意识到彼此的吸引力吗？会意识到彼此往爱情的方向走吗？哈，这里应该会有一些解答。看一下，等一下，我直接把这4张。看一下，你们会渐渐发现彼此是能够生活在一起的人。你们会在聊生活上，譬如说自己喜欢什么家具，自己喜欢什么样子衣物啊，自己喜欢去哪里旅行啊。然后你们可能会一起去逛街，然后发现喜欢的东西很雷同，然后慢慢的发现你们有共同的点，然后在内在会被暗示到说，其实这个人好像是适合生活在一起的人。但是这个东西还不足以让你们意识到说，其实你们两个是可以在一起的，因为那一个想要在一起的动力在这边其实没有出来，它被很多的适合当好朋友的概念去掩盖住了。好，所以在你们的关系上，接下来在你们的关系上会慢慢变成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很爱聊天的朋友，然后会在一种概念上，好像是一个可以常常讲秘密，甚至可以交换秘密，或是讲别人八卦的一个好朋友的状态里。那然后你们两个彼此会介绍蛮多的工作合作的东西，因为你们彼此擅长的东西不同，然后会互相去应用彼此擅长的东西，然后去看看有什么工作可以做，会变成是一种工作上的互助关系，所以它会让你们两个的接触会非常密切。除了工作的谈话之外，私底下还会有朋友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在这边看起来是非常和谐的啦，不会破坏太多，因为你们的定义上。看起来是工作伙伴，其实实际上是一个真正交到的朋友，所以这一组比较像是说，在告白之前，你们会先创造出一个蛮好的关系创造出一个蛮好的关系。那这边再看一下那接下来就是你们两边的朋友，你的朋友、他的朋友会慢慢的会有一些交流，所以你们可能两边的朋友会混在一起所以出去的时候，可能你会去跟他的朋友一起出去，或因为其实你内在知道说，其实你是要去找他的，可是他会跟着他朋友一起，看起来好像是你是去跟他的朋友一起玩，可其实上你内在有一个潜意识是你是其实要去见他的那两边的朋友会开始互相介绍，然后也会有两边的朋友可能也互相看到会喜欢的状况里面。可是在这里看得出来，两个都处在一种局外人的状况，两个人都还没有立刻要投入到爱情里面。这里整个水能量都没有出现，对于两个人爱情的发芽的状态的点都还没有出现这里有水能量，这里有水能量，但是这个水能量还是建筑在去创造更好的关系上，而不是创造在爱情的关系上即便在这里我要去定义说你们两个在爱情的互相的吸引力啊，致命的吸引力的可能会在哪里出现，但是它还是处在一种双重的土能量上面，所以还是只是建立在一种生活上品质上还蛮好的稳定的朋友关系，都还没有出现那当然我还是能翻啦来，我想连翻3张牌。这边有一个连续我想找一些我想看到的答案这个先等一下。爱情上的交集还是属于闭锁的状态然后你们两个人的对话跟沟通上还是没有往爱情的方向走，还是往生活啊、金钱啊、工作上的它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变成是一种习惯性的好朋友的关系上了。那看来你们前面做好朋友，要到告白进入告白有爱情的感觉，想要告白确定性的关系的这一段路要走。还蛮长一段时间的，但没有不好，这关系确实是蛮好的我们先撇除到爱情的创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先看创造出一份好的关系，这上你们彼此算是认识到一个蛮不错的朋友以创造一份好关系这份上面，算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等品质也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好，那看来在这个位置，
如果我们要比较推销一些爱情的讯息来说的话，你们的关系确实是要在生活上越来越黏腻的状态下，需要有人刻意去突破这个疆界。所谓刻意突破，这就是可能有人要问说，或是你们两个要互问说，我们两个这么合，我们有两个在一起有可能吗？即便是开玩笑的方式去谈的话，他还是能够创造一个破口。但是我必须说，要突破这个破口的机会蛮难的，但是不是没有可能，只是你们两个对于爱情的这个东西、这个讯息、这个直觉被关起来了，被关在一种做朋友真的比较好的一个概念底下。这里前面他的状态剔除掉，从这边一直连续下来，我跟你说，爱情的那一个破口，我到这边都没有看到。我一直觉得，以今天的题目来说，我们在期待的是这个人要告白，我们的告白是要告白成为恋人，可是这里都完全没有破口。也就是说，他目前给的定义是这份关系的长久性啊、持续性，好像大于做情人，好像没有必要告白，告白没有影响力，这份关系已经好到更长久、更紧密、更重要，在人生更重要。但是我先说，这是现在目前看来，这里都还没有看哦，这里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看哦。好，目前是这样，我们看看后面有没有一些破口，或是真正突发的路径会跑出来。我先说这张，看这张。好了，先说这张。答案是在一个宇宙遥望很大的遥望看你们的关系里面，他认为这就是一份爱情。他说这是一份爱情。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要从宇宙遥望？因为他同时要看非常多人数以千计的人，但是你们的点，两个人的相处，在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小的点。他必须要用非常简洁的、无瑕的、非常正面、正能量的定义去看，直接给一个关键字答案，他就会说你们是 lovers， 你们是恋人。只是他还没有被定义，他还没有具体的呈现，或是你们两个意识到，其实你们是恋人，其实只是还没有。为什么我一直说还没有？因为命运之人在这边，命运之人通常只会告诉你说，现在是在这个故事的前半还是在后半。通常命运之人出现的时候，我都觉得他至少到一半了。所以也就是说，下半场下一个篇章，这个关系到了一个很好的饱和度的程度，大家进到下半场的时候，你们会开始慢慢意识到，其实你们的关系是可以成为恋人的，或是有一些恋人的事件、状态、感情是特别的事情发生，被暗示了，知道说，其实你们两个的合适度、相处的模式，好像没有什么冲突点。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可能两个人寂寞太久了，突然在某一个点，或是看了一个影集，突然发现说自己已经单身很久了，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身边有一个最适合的人。他需要有这个强烈的事件点发生的时候，你们才会意识到，原来你们两个人相处从一开始到现在，其实就是要走到恋人这个状态。那，命运之人告诉我一个讯息：这个人，我们把这里切掉哈，这里切掉，这里不一定是在这里之前，有可能这里是已经发生了，所以他也有可能是他现在就已经是你蛮好的朋友了，然后这是他现在面对的事情，并不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才会到这里。虽然因为我们知道排的顺序翻的时候，我会跟你说这件事情是他现状，然后才会进入这里。可是现在这里看起来，这里的浓烈度更强烈，所以有可能这是另外一条路，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有一条路是他有可能跟你现在关系已经非常好了，然后现在已经你们的关系要进入一个下半场了，会慢慢意识到要一些特别的事情要产生了，这是其中一条路。但我的习惯是我会比较遵循我第一直觉，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要到他跟你告白，可能要先经历到你们相处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紧密。但这个节奏并没有说一定是很慢的，有的时候是加速的，有的时候你们两个的契合点、相处的模式，可能在3个月内就会变得非常友好。然后这3个月就只代表了命运之人的上半场，下半场就要马上进入了，也有可能因为这2张牌的转折非常强。这2张牌的转折非常，即便我不翻这张牌，我们就翻中间这，我翻到这里，到这里，我也会跟你说，
差不多这整个事情发展到一半的时候，你们两个的关系就要从朋友转恋人了。如果是这样走，我也会这样讲。好，只是前面犯了蛮多的确定说，这段关系的前半部确实是有蛮多是生活上的搭配。那我回到你们的关系上来说，这边其实有明确说明说，你们的相处啊，各方面啊，未来的展望啊，生活方式各方面，你们是很相同的人。这里的相异值非常低，相异值非常低，甚至你们唯一互补的，还只是工作上的技能的方面。有在互补，在生活上几乎是契合的。那这里有很多的牌，唯一一张牌要去解释你们两个人往爱情走的那一个动力动能，它只给了金币五。金币五其实有一个状态是说，要走到那里还有一段时间，还很长。那金币五还有一个能量是告诉你说，还是需要在生活上去琢磨一阵子。但是到爱情的那个路径，因为我的提问是这一条路的动力动能在哪里，他的意思是说还很远啦。还需要慢慢走，才会有这个动力，还需要经历很多，才会有要往爱情的那个动力。好，这是目前给的一个方向跟解释了。好，那基于这个状态，我要来翻一些比较高级的、比较更深远的牌了哈，看看有没有一些暗示跟讯息，帮你找路，主要是帮你找路。来，我想一下。当你们看一下两个人的觉醒的，好，我们先姑且当成是说，等一下，这题目都问的不好。好，我对于命运之轮这个东西，我想问一个题目，就是说，在这一个转折到往爱情的这一个方向的时候，是要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要发生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还是要转化成爱情的时候，会有第三个人来搭桥，来去创造它呢？好，第三个问题是，这第二讲错了，但是你们两个会自然自己的觉醒吗？好，外力、他人、自我觉醒，三张牌给我看哈。会有一件事情，会有事情让你们认清到你们的关系不会只是朋友。不是说一件啊，反正会有事情。那只有很小的能量，会因为其他人给你们暗示，或是给其他人有看穿，说其实你们的关系是可以变到爱情的。这个能量比较小，但是可能会晚到，或是附和型的，他不会主动的。就是说，不会有一个人告诉你们说，其实你们两个适合在一起，为什么不试试看？不会有这个能量，反倒是你们开始意识到说你们可以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才会出来附和说啊，我早就知道了，我有感觉到这件事啊，或是才告诉你说啊，对耶，你们两个很适合在一起，就是比较附和型的，比较晚到后知后觉型的。好，再来是你们靠你们的自觉吗？哇，这一个答案告诉我说，这一件事情要非常刻意的去想，刻意的去提问，刻意的意识到说，他就是你们两个会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突然问，我觉得如果要回到告白这件事情的话，这个情况非常的稀罕。他这份告白比较像是你们的关系好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对方或你，有人会说，或就算以半开玩笑的方式问，要很刻意的去把这个题目拿出来说，像我们两个这么好，我们是不是其实可以试看看交往？要像这样子的题目出现之后，你们两个人对于恋爱的这个意识才会打开。但是我又觉得这张正义牌其实有在这件事情先前先做了一个非常隐晦的暧昧不明的暗示，它就是有一个其他的事件。可能你们会发现有别人的故事是从朋友转换成恋人的，才会意识到说，其实你们两个的友好很像别人的故事，或者很像影集们故事，然后突然就发现说，原来最适合自己的人就在身边，只是一直没有注意到，有可能会在别人的故事里面发现。所以我觉得比较合乎顺序来说，一定是有被暗示了，有别的故事，有别的事情被暗示了，所以你们才会脑袋出现了这一个提问，然后两个人就会在
非常刻意而不自然的情况下提问。我先说，整个流程上是自然而然的会走到这一步，可是对于这个关键点是刻意的要把这个提问拿出来。但如果不刻意，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埋藏到心底，不想去突破，不想去挑战，不想去试，就会一直做朋友做到底。那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说的，其实本来在这里来说，本来就是创造一份不错的关系，其实这已经蛮好的了。创造出一个跟你人生里面非常不错的关系，那他一定有要进到爱情这部分吗？宇宙跟遥望的神秘力量定义的说，你们就是恋人，可是他并没有说一定要成为恋人才是恋人哦，要知道这个差别哦。他看到的是你们两个的本质是恋人，他看到的是你们相处的方式是恋人，但是一定要拥有恋人的形式才叫恋人吗？这个就是这里的定义所在。所以这一题哈，今天3号海的朋友虽然说是告白，但这份关系的价值需要靠告白来去做一个关键词吗？还是一个推动的力量吗？推动的词语吗？那就是选3号海这一题比较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将会创造一份蛮好的关系跟一个人，时间也蛮长的哈。对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要开放的啦。我只觉得，在我的直觉上，恋人的性质在这里已经认为包含在里面了。只是如果比较重意形式，比较重意注意在意，一定要有一个确定的话，看来告白跟试着确定关系，有人开口这件事情必须发生，但从牌面上看起来不会影响太多。它也有可能是一个流程会出现过，然后慢慢发现说，即便不是恋人，你们的关系还是非常好，因为土能量实在太好了。这个在情绪上、关系上的稳定性非常高。哦，好，目前看起来是这样了哈。那基本上这个人跟你还蛮合适的啦，可是我们还是要进到第二种，我们来3张牌来看一下这个人的本质的一个性格了哈，让你去搜索你附近的人，这个人的出现哈。因为我这边有偷偷跟你说，这个人2条路，一是他接下来要成为你蛮接近的朋友，蛮重要的朋友，你们会创造不错的关系。第2条路是，其实他已经在你身边了，只是他现在最近可能比较少出现在远离你，因为他在面对自己的人生的一个改变，改变完之后他就会回来。好，那这边也有说，这个故事走到中段，要到下篇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一些爱情的能量会跑出来，然后需要确定。哦，但是这边并没有说确定之后就会成为恋人，而是这份关系可能要在进阶，或者要到一个篇章需要确定是不是要变成恋人。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么单纯简单的方向。然后，那这个可能就是还有一段时间，可能要再等待一下。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对这个人的内在个性，让你好奇一下内在个性的一些细节。我们来翻阅一下。好，这里还没有不算有什么。好。好，再来。其实我可以这样。好，不行。等等啊，因为我要看一下，我要翻一些数字，让我知道我要往哪个方向走哦。好，可以了。好，我看一下哈，它本身的内在品质。他这一个人，
它本身的内在其实是蛮浪漫的，跟这里前面出现的很多土能量不太，它很像你所认识的，可能是金牛座啊，一些土能量的人，可是他其实月亮是在什么双鱼座啊，在水瓶座，他其实内在是非常细腻、非常浪漫的人，可是他不太会彰显出来哈。但是你会慢慢的发现说，他这个人其实不急躁、不莽撞，他其实有一种很优雅的感觉。然后你会发现说，他其实像是去吃餐厅的时候，他比较享受一些气氛，他不会很明确的告诉你说他要有一个很有气氛的餐厅，可是他到头他会去观察那个气氛，你会看到他常常出去对环境可能会有一些评语，会告诉你说，哎，这东西其实可以多加什么会变得比较好啊，或什么会有一些点缀的装饰的优雅的要求品味的东西会慢慢的展现出来，可是他是那种不经意的流露出来，跟他的生活方式跟他的一些稳定的状况不太搭，你会感觉以为他很木讷什么，可是其实他对于很多小细节的东西有要求，那一个优雅的感觉，要求那一个浪漫的感觉，要求那一个精致的感觉。那这个方向跟你以为的处女座的方向不太一样，它这个比较像是风，它比较像是风象星座的那一种小小的变化，它需要那些小小的点缀这样，然后它有一点接近双鱼座，它需要有一点浪漫，有一些漂亮，有一些包装过，不需要太实际，但是要有，但是也不需要成分比较高哈，这是他内心有一些这样子的东西出来哈。那再来是等等，不对，这里不够哦，我发现这里还是有一个不对称的东西哦，不行，好，大概可以了，那我看一下哈。好，那再来是要看一下他情感的部分哈。这里有发现一些他本质上的性格有一点点看出来。刚刚我们前面在翻的时候有找到一些小的突破点。他有可能在你们这份关系饱和的情况下，只要有感受到一点点爱情的向往，或是他有发现你们两个其实适合往爱情的方向走的时候，他有可能会以一种比较冲动，或是借着喝一点点酒之后就直接告白了。从这里有看出这个可能哦。好，从这里有看出皇帝牌里面的一些某些性质，在他的金星能量里面爆发出来。所以他对于爱情的向往，在他内心其实有期待已久。所以当这个时刻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他有某一个蛮大的机会，他不会放过。所以我们前面找不到的破口，在这边找到了，他会在他的性格上找到破口。当你们的关系好到某一种开始产生一些浪漫值的氛围的时候，或是一些节庆的时候，或是参加婚礼的时候，他开始有意识到他对你的喜欢有那些许不一样的时候，他会出现一种类似爆冲、冲动、爆冲的状态，就可能会脱口而出说：“其实我们可以在一起。”可是类似这样毫无警觉的告白的方式会出现，这里找到破口了。好，不然从前面这些我一直觉得，到底那一个转机在哪里？到底为何要给我命运之轮？可是我发现不了那一个超级强而有力的证据去证明那一个命运之轮讲的下篇章的钥匙在哪里？结果是在他的性格上会出现好，所以探索性格是蛮重要的了。那再来是这里那看一下这个位置，应该是要走到这里要看的，可能就是他的水星的能量毕竟是8这水星的能量来说，我必须说啦，我们今天翻出来的这3张对他内在性格的表达，我觉得他都有一个藏在他内心非常深、非常厚实的一个浪漫的感觉了。他情感其实是很丰富的，他对于爱情的向往，对于爱情的行动力是火能量的，然后他又对生活的品质有类似双鱼座的那一种要求，然后对环境的平衡感、协调感，也有天秤座的那一种品质，所以他其实内在他有很多的稳定跟安全感，其实都要求在这些很细腻的东西上。可是
他的个性、他的外在跟他的表达上面，会因为土能量太多，看起来有点木讷，看起来有一点点硬，转不过来。其实他心底内心上其实很细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命运之轮这一半的转折之后，进入到爱情的时候，才会慢慢展现出来。毕竟我们前半的牌都是在命运之轮所认为的前半部，所以他这一些更深的个性的东西，可能不会因为你们是朋友的关系的时候展现出来，可能真的是后半的时候才会展现出来。还好我们今天从他的个性上翻出来这一个契机了啦，所以也难怪这里在宇宙的神秘的力量往下看的时候，才去告诉你说这就是一个恋人的状态啊。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一点，他这一个水能量浪漫的状态被引爆出来的时候，你的也会被引诱出来哦。这可能性还蛮大的。好，这组终于峰回路转哈，还好我一直都认为翻本质个性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后来才开始加进来了。的确让我们找到了那一把钥匙哈。好，那你再期待一下，然后这一段进程还需要一点时间哈。我觉得整个很快的转折至少要3个月哈，至少你们要再友好的1季或2季哈，才会可能会熟识到。感受到有爱情的契机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季节的转换更迭很重要，它会影响每一个人内在的感受，或是激发出更多的情感那一面。那个东西被激发出来的时候，再进入爱情的状况，再进入告白，才会比较符合那个情境。好，那就这样哈。那谢谢你来听哦。我们一起乐观的期待，祝福你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4号牌的朋友哈。那我们一样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告白了哈？来看一下5张牌的位置哈。基本5张牌，好来，我这边解说的速度会比较快哈，你可以仔细听哈，很难慢慢听，那节奏真的太快。那你听到重要的关键字去吸收那个就好了哈。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我们来讲他现在的现况，他现在的情况了哈。今天很特别哦，今天的4组牌里面，只有第4组牌，他现在的状况是要往你这边出发，往你这边走了。前3组牌都有现在的事情要先解决之后，才会慢慢往你这边来，所以节奏是偏慢的。只有第4号牌的节奏是，他现在已经起步要往你这边来了。基于这个状况的话，我来看一下这个关键的路径，他怎么说？他其实有一点点算是在寻找路径的状况下，误打误撞的峰回路转的就走到你这一个方向来了。你可以把它想象中，其实他走在一个曲折的路径上了。可是这就是唯一的路，他终究要走到你这边，只是他以为他在东张西望，他以为他在找方向，可是就这样不知不觉的他会走到你身边。然后你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觉得就应该会有很特别的感觉会出现，很特别的感觉就是那一个内在的那一个很淡的喜欢就已经有出现了。好，来我看一下一些其他的东西。我把一些关键的东西直接翻出来看。你们俩的第一次一开始遇见的时候，相处的感觉就很好，有对于兴趣啊、想去的旅行啊、想去的地方啊，还没有去过的旅行去的地方有共识，远方甚至想要去哪里念书也有同样的感觉，想要去哪里工作或是想要去哪一个国家去试看看留学待比较远的东西，这个方面你们有话题也谈得出来哈。那这方面有达成你们2个个性上的一种外放的品质上面不是说你们人是外放的，而是说你们有内外在的性格，那种比较开放、比较外在的性格上面，在性格上面你们2个是有搭配出来的哈。但是他这边会有一个错觉，会让你们以为说，其实你们2个性格是合的，但是没有，你们俩的性格上要合适，必须要真的是当朋友一阵子，或是常常一起出去逛街、聊天、喝咖啡，在一些小生活里面才会真的知道你们2个是适合住在一起的。因为这里会让你们觉得你们2个对生命世界
的价值观很接近，所以它会让你有一种错觉是你们两个其实也可以住在一起，所以你们这段关系并不适合一开始就感觉很契合就立刻住在一起哦。因为这边有偷偷在说一件事情，他其实没有说你们两个的生活习惯不同，也没有说你们不适合住在一起，他只是说如果你们的概念上觉得是可以生活在住在一起的话，这件事情是个错觉。那这份错觉底下定义就是，其实你们应该不合适住在一起。在初期的时候，这里有说哈，来，所以这边应该是说，在达到两个人感觉上生活上有默契，或是一起旅行很多次的时候，发现两个人的习惯有接近之后，再确定比较好，没有不需要那么急。因为为什么这边要做这个提醒？他这边做的提醒啊，他应该是在说你们两个在刚开始初期见面的时候、初期认识的时候，还没有进入交往状态的时候，他真的会让你们两个觉得你们很靠近，他会让你们觉得好像这个人跟自己很适合，这个人的作为、这个人说的话、这个人说的声音，好像我很久没听到了，或是以前没听到了，好难得遇到这个能听到我说的话的人，所以他这边会有一种感觉，好像是这个人突然变得很重要，在我身边。这样子，那他会把它延伸到一种生活的状况，就好像说这个人好像可以每天见面，那再加上你们会有可能会有一些旅行、小旅行、短程的旅行，或是出国的旅行，这种会当以朋友的方式一起去的时候，发现旅行方面还搭配的不错，你就会进阶的认为说，其实如果两个交往下去的话，要确定关系变成恋人的话，住在一起也可以，但是其实这边说还不行，哦，这个就要直接把它说出来，他说还不行，看来。要在你们两个要进入紧密生活的这个状态来说，需要前面要花一点时间。那从这个节点再到今天的题目，我必须说，他在告诉你的是说，在他告白想要确定关系之前，你们前面花的时间都要花一点时间去确定，你们除了感情合适之外，个性合适之外，生活真的也合适在一起吗？因为他并不是说你们的生活习惯合不合适，或是你们对家里的家具品味合不合适，或是时间表合不合适。他讲的是说，也许是你们两个对于自己的空间里面有两个人这件事情，你有意识到，其实你自己的空气你不想要分享吗？他可能有在暗示一个空间上的问题哦，因为我从前面看到的一些讯息都在讲说，你们都是所谓的间歇性的相处，随机性的短时间的相处，并不是一个长久持续性的高密集度的相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证明你们的呼吸空间、自由的空间很重要。但是如果你们常常在用这种间歇式的方式相处的时候，其实你们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自己个人的空间里面，所以你们会觉得你们的相处是有呼吸的弹性，所以会觉得很舒适。可是这边真的有在暗示一个很深的东西，就是当一个空间需要被置入两种生活的时候，这个地方会被打上一个问号，或是他在讲的是还没有很完整，目前是属于一种整个具体状况是还没有变凝聚成一种可行的结果，所以他是现在把它设定成它是一个错觉。好，这边是做了这个提醒。好，那再来我看一下其他的能量。你们工作应该是不同区域的，然后彼此对彼此的工作内容是认为很厉害、很了不起，那表示因为你们自己本身不擅长，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来说，两个是不同性质的工作。可能一个做艺术，一个做金融。类似这样，可能一个做医生，然后一个做别的，反正就差异很大的啦。因为在这里看得出来，你们两个人对彼此的欣赏程度还蛮高的，主要是因为自己的不擅长，主要是自己的很遥远。那在这份定义工作的角度来说是完全差异很大的啦。这边看起来是这里，那这边还少一张。如果到了这里已经出现的话，那看来这里还有一张。等等好，少翻了。看一下这里，先从这里先翻了先讲。
你们每一次的相处短暂的，因为是风能量，我觉得是不够长。其实他这边风能量一直在告诉我说，其实你们初期前面了告白前或是告白之后的刚开始一段，还是要有保留一些空间啦因为那个空间需要保留着你们的情绪的、心情上的、生活上的一些难以预测的变化性。当你们的相处或是你们的情感的密集度一直都在的时候，还能够应付各种生活上的变化，然后你们两个还没有分开，还没有远离，还没有淡掉，那就表示其实你们在紧密的生活在一起，同一个屋檐下的相处，其实都是拥有弹性的，而不会去侵入彼此的呼吸空间。就像两个独立的生活空间，在同一个空间里面，还是独立的存在在那里，看似是融合，可是给彼此的自由还是很大。目前看起来要达成到这个地方有一段距离。你们如果就是说你们两个开始紧密相处之后，有一个能量表在倒数，它在消减，那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它不是一个无限的。那这件事情需要培养，要慢慢培养。这边说了，要慢慢培养到那个程度，你们才能够再把你们的感情再做一个进阶，然后会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彼此的一种吸引力，而不再是初期的那个状态。我喜欢这个人的样子，我喜欢这个人相处方式，跟这个人一起旅行觉得还不错的这种，他需要花在前面花点时间才能够进阶到那么紧密一起配合的安稳生活在一起的状态。他要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吸引力啦。那前面我觉得花的时间有点长，主要他还是用隐士牌来说的话，对于你们会不会在一起，然后要到告白这段时间，我觉得不会很长。我觉得这个人出现之后，很快就会进入告白的阶段，因为你们的相处各方面都很契合。难题是难在你们的相处时间跟空间的分配，在告白的前后怎么奠定起来。好，那如果要再更长久，隐士牌说，我讲最白话啦，这份感情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要住在一起，前面要花很多时间去确定很多东西。好，那不如两个人住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可能每个礼拜见一次面，然后在一起1天2天这样，然后平常会有一些比较长的旅行，一起出去1个礼拜这样子来去建立你们的关系的绵密度跟复杂度，然后他应该会到某种需求的片刻，很需要两个人要互相照顾的感觉都出来的时候，才有机会住在一起会更好。那虽然这样子讲，好像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可是这边有一个很高的特色哦。你们没什么纷争呢。如果一直维持在这里的话，你们是没什么纷争的。你们没有机会纷争，没有机会吵架，没有机会。你们中间都一直有一个很和缓、很温和、很能互相理解的状态。好，但我觉得这组牌到这里给的讯息都太后面了。你懂我为什么说到太后面后？因为其实今天的题目应该是要更多的接近说告白的人在哪，他现在什么时候？其实他讲的蛮后面的。我们乐观一点，认为只是会有告白的人，而且还会有后面美好的情境。可是我觉得这组牌讲的太后面了，前面呢，所以我先把这3张牌翻出来，我觉得要重问。我觉得要让他的焦点再聚焦在告白的那一个时刻中。好，看一下这3张牌给什么。好，还是要把它做一个结束哈，就是关于你们的相处哈。因为相处上就算有一些纷争，你们会在理智上被控制掉，所以不会很难哈。然后你们两个的未来还有很多的意外惊喜会被创造出来哈，所以这份关系后面是可以期待的。那再从更遥望、更宽广、更客观、绝对客观的角度来看你们俩的关系上的话，你们两个会维持在一种互相喜欢、互相吸引力、互相成长、互相资源的状态，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它是一个和谐的状态。所以从这边看起来说，在告白之后，你们应该会进入
很顺利的就进入了恋爱的关系，会试着远远近近的相处，然后慢慢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然后这边都说的还蛮好的。可是在这之前呢，他在哪？他什么时候要告白？那他现在跟你的距离在哪里？其实这边都没有讲好，所以我们回头来问。有时候就是这样，然后他会很有趣了。来，我来回头问哈，一个一个问。好，他现在离你近吗？你们问的很干脆。如果说就是这样，真的，等等，这个既然让我要看一下笔记，因为它出现的，等我一下。好，快要靠近，他现在离你很近吗？他这边说快要靠近，那你们已经认识了吗？还是还没认识，快要认识？哈，哎，已经认识了，而且认识了还蛮久，还对彼此还蛮熟悉的。哦，对彼此还蛮熟悉的哈。然后甚至有交换过心事、交换过心情，还有交流过一些比较深层的东西，但是都是以一个朋友的状态。那来，你们彼此互相喜欢跟恋爱的情愫已经出现了吗？我们先不讲你这边，我们就问他那边已经出现了吗？还没，所以他这张符合这个，快慢慢的靠近，然后他快要出现了，哈。所以从这张牌。我现在用的方式都是常常是我自己在占卜这些事情的时候问的方式，都是非常明确的。好，这边他说其实还没出现，但快要出现了。但是我对这张有质疑啦，哈，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点，它只是不明确，不代表没出现，哈。所以我要问他的是说，我觉得只是不明确，而不是没出现，这一个质疑是对的吗？还是他其实是有别的方向？哦，有不能说没出现过，但是有被回避掉过，可能会在你们的关系还不成熟的情况前，他有被回避掉过，但是应该有在思绪上有想过，可是现在是处在一种没有往那个方向想的。好，那因为今天这题我们要问的是他告白的整个状况了哈，所以我要问的是说了哈，那从他开始发现他跟你的关系已经可以变好了。等一下，这个问题有点问错，我觉得应该要这样问说：现在你们的关系是已经好到可以直接告白了吗？好，即便没有这个爱情的情绪出现，然后可是有开窍到说关系已经蛮好的了。需要有人提示，需要有人提示，因为这件事情还是要从自己内在自己去觉醒出来才有哈。那从这几张牌看到一件事情啦，你没有意识到你们的关系有好到已经可以变成爱情了啦，可是对方曾经有想过，可是那个时候关系可能还没有好到，或是整个关系还没有成熟到那个时候。那现在你们的关系上是，好像还没有任何契机跟任何脑袋开窍的点会提示，会不会被暗示说你们应该可以往爱情的方向发展了哦。所以从现在的这个时间来算，到爱情这段路可能还有一个小小的距离，因为他这边好像都还没有醒来哈。来，再问一个，我们在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来让他发现他其实是喜欢你的嘛？需要一个活动。需要一个聚会，需要朋友做搭桥哦，所以看来你们现在的关系需要有一个很特别的庆祝吧，尤其是朋友跟其他人的关系哈。我发现这应该是一个暗示哈。好，我想想，这两张牌都有一个协力的状态哈，所以看来你们两个的感情的桥梁是需要有一个其他的人做暗示，其他的人做搭桥，也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个人看出来你们两个的合适度，对你们两个人做一个搭桥，可能是开玩笑啊，或是一种
被提示，可能是你被提示，或是他被提示了哈。毕竟我这边有看出来，他其实脑袋有曾经换过说，其实我觉得在蛮初期的，他对你的喜欢有浮现过，但是慢慢的成为一个朋友的状态之后，这件事情被遗忘了。哦，我看一下，这边其实也有说，其实你们在慢慢接近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情感上的东西有发芽过。我刚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讲。好，那好。这边也有说哈，他其实也不太知道说他自己在这个峰回路转转弯的时候，慢慢走到了跟你在走到爱情的路上哈，所以蛮符合这几个提问的答案，都是他现在还没有主动的去意识到说他对你的喜欢在心底有慢慢的发生了，所以我们在期待这两个地方哈，就是可能会在下一次的某一个大家的聚会，所以他其实是你身边的朋友的朋友吧，或是他在是你的朋友圈，他这里没有工作上的东西哦，所以他不是你工作的同事或什么哈，然后这边我们一开始有说他其实。在爱情的路径上，他其实是已经在往你这边走来的，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得出来，他就是只是他那一个对你喜欢的感觉要被唤醒，或是被叫醒啊，因为曾经有出现，不然他这一条路径不会是往恋爱的方向走，所以这边又告诉你说，曾经有出现，可是慢慢的被淡忘，所以最近可能需要其他旁人的帮助吧，可能有很多别的因素，我觉得会用一种阴错阳差的方式。可能是大家的聚会，两个变得比较靠近，或是大家都去玩，然后两个却坐在一起就开始聊天，所以发现彼此的喜欢，他对你的喜欢又被唤醒，然后你可能等等哈，我先翻，我再看看我问的题目，果然跟我想的，我的题目是你有意识到你对他的喜欢吗？或是你有感觉到他对你喜欢吗？答案是 no 。他的出现跟情感上跟他的交流都在一种非常混乱跟错综复杂的情况跟情绪里面，并没有直接单刀直入的一种感情的表达在你面前出现了。所以其实你不知道他对你的喜欢曾经出现，主要还是他也没有表达，所以这部件是空的，而且非常多其他的杂讯出来。好，那看来契机点在这里。哦，契机点在这里，来。翻一下3张牌，我要看一个比较深的东西。好，我先看完，我才告诉你我问的题目。快要被唤醒那一份对你的喜欢。现在的你们两人的状况，跟那一个搭桥的人的能量，现在处在一种进行整理的情况。白话一点讲，生活一点讲，就是说，那一个让你们再次见面的那一个聚会，那一个邀约，正在形成中，正在准备要邀约中，正在那一个人或是那2、3个人的脑海里要慢慢形成某一个 idea。打个比方，就是可能有人生日了，那有人觉得这一次要请比较多人一起来玩，这个想法，这个 idea 正在形成中，然后形成的节奏已经进入了后半段，已经一半以上了，只是现在处在一种节奏比较慢的整理期，因为好像有点混乱，还没达到平衡，现在处在一种平衡状态。但是风能量的角度来说，它并没有让这一个整理节奏因为女祭司牌出现之后变慢，反而还有一种催促它赶快形成的能量正在聚集中，所以距离你们两个相处，然后他内在有开窍出对你的喜欢的那一个藏得很深的感觉，或是被遗忘的感觉的时间没有很远，没有很远。那所以这边给的暗示是啦，近期有任何朋友的一些邀约去的时候，就尽量去啦，不要把自己封锁在家里哈。这一件事情我非常常讲，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个人性的状态。你一直都在家里不跟朋友出去，你要怎么去遇见那一个适合你的人呢？还有一个状态是，并不是要你去才能让你自己出现在那个人面前，而是有的时候你去，你会出现在照片里呀，这也是有可能的。你要让自己出现在别人的眼界里，
这个机会才会出来。有的时候我们会翻到能量跟能量很吻合的、很契合的，可是少了什么？少了物理性的行动，去成为一个一个具体呈现在彼此面前的灵魂的交流的状态，那就能量在合适，能量在合适到从很远的距离就已经牵连到把路径往彼此对齐，往这边靠近了。可是你们没有具体的出现在面前，真正的身心灵的连接就没有那么扎实，好，没有那么扎实，好，好，而且如果你的能量已经跟让某个人内在产生了，或是勾起了某种喜欢，那就表示这份魅力也有可能会产生别的故事线啊，懂我意思吗？这个不是唯一的，我们可能说这个事情可能是要它在演化、在出现，这整个从认识再发展，可能1个月、2个月，可是这1、2个月到3个月，这个情况成型，别的线也会有出现吗？也会有，只是看哪一个更好，或是更符合，或是完整的更快。然后经过了你的各种的选择，去走到某一条路径里去。好，有的时候听这个感觉很像是唯一的线，其实不是。我们抓的这一个能量的趋势是告诉你说，有很符合的，有几率很大的，所以我们帮你剖析到它的可能性，跟告诉你一些线索。等到你深入其境、深入其中之后，就像这一个，我告诉你说，这一个活动出现了。然后突然有一个人来跟你讲话说：“哎，我们之前好像就聊过天了耶。”的时候，他就符合这里的某些线索，是你们其实认识蛮久的，那一份喜欢之前就有，可是被遗忘的，所以他来跟你表达说，他其实是在跟你表达说：“哎，我想起你了。”我想起那一个对你有好感的第一次见面了，所以他又跑来跟你讲话。所以他的开头是说：“哎，我们之前很久以前有见到面呢。”他如果是微笑的感觉、开心的，那表示这个线索是符合的，那表示这一次的情境是符合这一条线的。所以你就会回想到说，我告诉你说，开头跟告白这个事情是比较淡的，就像我们这边来的比较难出现的。可是结果，如果你两个尝试的下去的时候，他就会走上了。刚刚前面我们讲了这么久，比较未来性的牌，就是你们两个各方面生活、各方面合适度，一起去旅行，各方面的能量都是非常吻合的，只是它未被发掘，好吗？哈，其实趋势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对他这个人直接性格上做一些小小的分析，然后捕捉啦，检索一下这一个人的一些特质。来，就找3个点就好了哈。再来，看一下第一个哈。这个人在感情上的表现哈，他情感上的表现不一定是爱情啊，他对感情上的表现，他对任何人都是表现一种保持非常友善的态度，所以他并不太会去说别人的坏话，他也不太会去批评别人，他也不会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他也不会因为比别人更有优势、比别人更好去强调这一点，去欺负别人或什么。没有，他是一个希望跟每一个人对待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友善的，希望跟别人保持的非常美好的关系。有始有终，有好的开始，有好的结束，这样子，他的内在是这样子，非常很友善的、很友善的状态哈。然后他对人的好奇心也蛮强的哈。如果他只要看到有一个人有一些很特别的展现，有一些很强的独特性的时候，他就会被吸引住，他就去好奇。所以他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的时候，他会很好奇的知道他的来历，顺便问问他的背景，尤其是那个人来自的地方国家是他没去过的，或是他讲的故事是他没有听过，他就会非常认真的去理解，他会好奇每一个人背后的故事。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人的重视很强烈，他的强烈到是，他可能连我们大家去吃饭的时候，连服务生的状态，
他都会想一下，他不会只是把一个服务生当成是就是服务生来服务他们倒水拿餐具，没有，他会去观察一下，然后他如果会产生他的兴趣的时候，他就会在餐桌上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跟你们说，他观察到了这个服务生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他会去分享这样子的人，所以他对每一个人的在乎都是差不多的。你可以说他博爱，可是我觉得他是因为对每一个人的存在感都很在意。好，然后再来，我看一下这里哈。那他这个人对于他想要去追求的事情，想要去向往的事情，他的行动力不能说很强，而是他会分析的很仔细，他会很敏锐的知道，或是推敲出整个他想要去追求的过程会遇到哪些难题，他会想要去克服，他会先去准备。譬如说，你就打个比方，他可能想去埃及，他都没有去埃及，可他看网络上查询有很多说埃及的旅行很危险啊，很容易被骗啊，或什么的，他会非常敏锐的去安排整个行程，甚至到那里的时候，他会非常敏锐，他很难就很粗心的、很放开的去只是去看金字塔、去开罗啊、去观光啊什么的，他会非常敏锐的知道说他住的旅社的安全程度啊、干净程度，还有这个旅社附近的街道区跟他的那一区是否是安全的，什么时候不可以出去，然后他该走哪一条，他都会规划好。他是一个对于他所向往的未来是精致敏锐而且很仔细的人。他不会一股脑的，就是我今天想去我就直接去，然后很随意的去面对各种可能无法防备的危险跟危机，他不是这种人。好，你会说他是很像处女座吗？可是我又觉得他比较偏向是双鱼座的敏锐度，感受上的敏锐度非常强。哦，好，来我再看一下哈，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敏锐度，结果这里反而呈现了某种处女座的能量跑出来了哈。好，那不得不说，他其实还是有搭配了。好啦，其实这里都差不多哦。我刚刚才说比较不像处女座的，那这个我可能要收回。他确实还是有一点像处女座的一个方面，对很多事情很挑剔哦，但是是一种很正能量挑剔，很仔细、很讲究。所以如果你跟他在一起，你跟他出去旅行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跟他出去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把这个行程的安排都会做一个基本的规划，而且还做出了非常多的选择性，还会有 B 计划，还会有备案。他甚至会觉得旅行的时候不可以边到那个地方，然后就去 Google， 浪费很多时间。它必须要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路径，除非这些路径、这些规则、这些时间表都已经揭示完了，发现很多空间时间的时候，它才会让一切变得比较随机。所以你跟他旅行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变得很方便。他好像规划好了很多基本的行程，但他却不会强迫你一定要去把它执行完。他会当成是一种备案，告诉你说我有一个基本的旅行规划，但是我们可以也是用自由的方式走。但是等到你发现你的自由的方式或是随机的方式发挥不了作用，而且开始浪费时间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没关系，我们有基本就我们照这个走就好了。他的人的个性在这里，因为他对人的友善程度，他不会呈现那一种强迫性，所以他后面的精致跟他的要求跟他的敏锐度，并不会发挥在要求别人要跟着他这么做。那是他自己内心的某种安全感跟理念，他对于这整个世界观，他对自我的要求的价值是到这里，但他不会把这份要求也发挥在别人身上，因为他这里的那一份对于人跟人的关系、对于人的感受的重视程度，做了一个调和，而呈现到这个状态。好，那这是他内在个性的一些分析，然后好，这是个不错的人，只是这里的麻烦点就是赶快出现吧，赶快创造出那一个第三个人创造出的那一个节点啦。好，让你们的关系再赶快进入那个深刻的阶段。好，那就这样哈。那这是选择4号牌的朋友哦，那很长哈，但是还谢谢你们耐心的听完哈。那祝福你们哦。